万不要打印自己的黑白照片，因为你有可能遇到可怕的事。我是一个人独居，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，所以我打印一张我的黑白照片，当做遗照挂在客厅的正中。而这样一来，如果家里遭小偷的话，那么他第一眼就会看得见我的遗照，第二眼就会看见我，这样小偷便以为自己见到了鬼，吓得慌忙逃窜。可就在我打印遗照后的没几天，我家里真遭贼了。深夜12点左右，我还没有睡，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声响。我起初没在意，但响声没有停止，反而越来越大。听声音像是在撬门，撬的好像还是我家的门，该不会是家里进贼了吧？我有些激动，并非恐惧，而是兴奋，随手拿起了放在卧室里面的棒球棍，而后推开卧室的门，悄悄走到客厅里。客厅里面没有开灯，一片黑洞洞的，我在黑暗里面等待。终于叮当一声，门被撬开了，那个小偷走了进来，他戴着口罩，头上还顶着一个头灯，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因为我的遗照是摆在正对客厅大门的地方，所以果不其然的，头灯的光束照到了我的遗照上。小偷见了后低声骂了一句：“真晦气，一进门就遇到死人。”小偷骂完，一扭头看见了躲在黑暗之中的我，昏暗的灯光勾勒出我的面孔。起初他没反应过来，还愣了几秒，但随即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猛地转头重新看向我的遗照。在接下来的几秒钟，他的视线在我和我的遗照之间徘徊着。他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伸出手指，颤颤巍巍地指着我：“你！”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好像又有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。到此处，我才悠悠地开口：“你能看见我？”鬼啊！小偷发出了杀猪般的尖叫，因为太过于慌乱，又是在黑暗中，他跑错地方，一不小心撞到墙上去了，撞得还不轻，整个人昏死过去，一动不动躺在地上。我有些措手不及，也有些可惜地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球棒，看着晕死在地上的小偷，我一时间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，是直接把他给丢出去，还是打电话通知警察？可通知警察解释起来好像很麻烦，正思索着，却听身后传来声音：“你把自己的遗照放在家里，就不觉得会很忌讳吗？”有什么忌讳？反正这就是几十年以后死掉的我而已，这叫合理利用自我。难不成他还能害我？我随口回道。下一秒，我反应过来不对劲了，我是独居，按理来说，现在这个房子里只有2个人，我和那个小偷。可小偷现在已经昏死过去了，那又是谁在我身后问我问题？我缓慢转动脑袋向身后看去，我的遗照他在对我笑，还向我打招呼了。你能看见我吗？鬼呀！